Trouble, the rocky waters, hide away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eat you alive. 这么快就要走啊？这3年来，你随叫随到，这服务技术嘛，确实不错。我给你打99分。那再试一次，弥补被你扣掉那一分。被你扣掉那个分嘛，是你服务的太好，我怕了承受不住。那你这是夸我呢？宝贝儿，这卡里有600万，还有这套公寓，是我对你的补偿。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把我给甩了吗？怎么，嫌我给的不够多啊？可是我们之间本就是各取所需啊。3年前是你先招惹我的吧？我也没跟你说过我是牛郎吧？好，好，好，那你是我包养的小三，行了吧？乖，我老公要回来了。你老公结婚当天就跟别的女人出国，你跟我说那是你老公，你为了你这样一个渣男老公把我甩了，我不同意。可是他才是正宫啊，而且我给你的呢已经够多，别不知足哦。高鼎，你跟夏思南说，他那个小公司我给他投，但前提是必须他的夫人亲自过来谈。奇怪，明明每次都有做错事的呀。喂，宋安宁，我们在机场足足等了你3个小时，你要是不能来就直说。薇了等你都中暑了。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谁答应接他了？宋时威抢了我老公，毁了我婚姻，怎么我还得给小三当司机吗？中暑了就往医院送，给我打电话干嘛？你当我开救护车吗？滚！神经病！医生，我的情况你也听到了，这个孩子我不打算要了，帮我安排手术吧。不管什么条件，只要季总愿意考虑，我都没有问题。好，我会让技师看到我的诚意的。哟，现在这么厉害呀，连技师的合作都能谈到了。你下午干嘛去了？为什么不去机场？你管我干嘛去了？你是我爸还是我妈呀？有监护权吗？干什么呀？收拾家当，这些是我的。哦，对了，签吧。签吧。我回国才第1天就跟我离婚，你就这么着急啊？急啦！你3年前不也这么对我的吗？前脚刚和我结婚，后脚就带着宋时威出国私奔，还美其名曰发展什么家族的海外产业，怎么？现在事业有成，还想着妻妾双全啊？宋时威答应给你做妾吗？宋安宁，你讲话不要太难听啊！是你抢了薇薇宋家大小姐的位置20多年，当初要不是你嫁给我的，就是宋时威。好啊，那离婚，我早点腾出位置，让你和你的小情人双宿双飞。你再胡说八道，心里有答案。打我！怎么还想还手啊？老娘这些年可是练过了，想试试？想跟我离婚是吧？你最后再为我做件事，我就答应。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当年我为什么一夕之间对你态度大变吗？我不管宋安宁是不是宋氏集团的千金，她都是我夏思南的未婚妻，夏氏集团的少夫人。我不会让人欺辱你的，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这枚戒指里我装了最新的定位芯片，以后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永远保护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思南，你别走，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告诉我，你给我一个答案啊！你先上车。思南，没有理由，也没有借口，也没有误会，我就是不喜欢你了，万宁。南，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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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帮我把这个项目拿下来，我就告诉你。终于愿意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对我说过的话都通通不作数。你们这次交给我的东西拍得很不错，会拍呢你就多拍点儿，听明白了吧？宋安宁，最好是别来。拿下这个项目，我就能解开困住自己多年的心结，彻底开始新的生活了。请问季总什么时候到？我们季总正在开会，请您稍等一下啊，马上啊。行，为了这个渣男老公，你还真来了。稍等片刻就是3个小时。请问还要等多久啊？我们季总还在开会，马上啊。算了，为了离婚。季总，您都看了宋小姐3个小时了，还不去见她吗？3个小时对他来说算什么？3年他都等得起。3年？什么3年？季总，我们又等了好几个小时了。算了，我先回去吧。好嘞，明天再来见我。啊？这是什么刑事追妻方法呀？我算是看明白了，我被这个夏思南和什么太子爷给耍了。信小姐，您这是文件您带了吗？项目我很熟，可以口述。没事，毕竟是我们让宋小姐久等了。不过我们季总待会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可能没法来见您了，所以可能得明天再来。明天？夏思南这是给你使绊子，那这婚也得离。没事，完全理解。那我明天再来。好嘞。我这么折腾你，你都心甘情愿的为夏思南受委屈，看来你是真的爱他呀。好夏思南，你敢耍老吗？看老娘回去怎么收拾你！你怎么在这儿？你那么爱他，那我这3年算什么？你说什么啊？你疯了！你也不怕被别人看见？我怕谁看见啊？我怕你老公看见了。
你跟踪我，不都给你钱了吗？宋安宁，我陪你在一起3年，你是想一次性买断是吧？好啊，那这张卡就相当于提前付款了。我不喜欢强制消费，更讨厌被别人纠缠。那你喜欢什么？你喜欢无休止的工作，帮你老公赚出轨资金吗？这是我和他的事儿。那这个呢？这什么时候的事儿？今早7点。我明明说过不许让宋诗薇进门的。起开！恭喜季总挑唆成功，宋小姐这么生气，您这上位指日可待啊！她越生气，代表她越在乎。你盯紧点儿。宋安妮，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思南哥哥，你没事吧？姐，我知道你怨我突然回来，抢走了你应有的身份，可是你也不能这样对思南哥呀。夏思南，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带人回来？谁让你碰我东西了？摘下来。宋安宁，一破手串，你至于吗？3年没见了，你现在怎么跟个泼妇似的？你的家教，你的教养呢？他傻，你也跟着装傻是吗？你难道没告诉他这是我从宋家带走唯一的东西吗？我忘记了，姐姐不高兴，我就不带了。废了，姐，我不是故意的，你别怪我行吗？我就轻轻摘下来，怎么就碎了呢？光天哥，宋安宁，这几个破石头，你干嘛？啊，你搞清楚，是你抢的原本属于他的生活，你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都是属于微微的，包括这个手链。姐，你别怪我好吗？宋安宁，微微都已经道歉，你还要怎么样啊？夏思南，你被他整得鬼迷心窍，我不怪你，我就怪我自己当初眼睛瞎，非要嫁给你。但是这房子是这3年来夏妈妈强留我住，现在我也物归原主。不，等等，那我的项目呢？你放心，季家的项目我肯定帮你拿下来。最后一个，季家是那个帝都首富季家吗？只要我们能和季家达成合作，夏家就能再上一个台阶。我记得我妈妈和季景年的母亲是闺蜜，我也可以帮你。真的？太谢谢你了！我先帮你收拾房间。嗯。谢思南哥。夏思南回国不到1周，就敢怀孕1个月。宋安宁，你完了。你这是？妈，你看，这是我亲手给你设计的手链，好看吗？嗯，您就像我的月亮一样，为我照亮前方的路。我永远都不想离开你。今天一定得把这个项目签下来。我离开阳城，不再让任何人成为我的翻版，开始新的生活。夏思南带着小三登堂入室，你还为了他的事情这么愤怒啊？宋安宁，就这么喜欢他呀？宋小姐，您把项目文件交给我们就行，有事我们会联系你的。你们不用我讲解项目？不用，您先回吧。我要是真这么走了，这项目才是真黄了。这就不是项目的事儿。哦，我懂了，
不就想让我多等一会儿吗？那我进去等。不用倒水，咖啡茶都不要，我就是想见你们季总一面，劳烦还是通报一声吧。行，这么快就想得到反馈，我成全你。这些地方确实有所不足，我会进行修改和优化的，拿出让季总满意的方案。对了，您方便把季总的联系方式给我吗？这样以后方便线上联系。抱歉啊，没有季总的允许，我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任何人。劳烦您还是请示一下吧，线上联系之后会方便沟通很多。这个真不行。那麻烦季总等一下，我现在就改。这个蠢女人，明明跟自己一点利益关系都没有，还非要任劳任怨。到此为止，乖，找你的下一个金主去吧。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跟我撇清关系，你想了没？宋安宁，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跟我说两情？拉黑我？哎妈！夜晚有个老同学闺女的生日宴，喊你去，你必须去，但是记得不能曝光身份，免得有人小题大做，听到没？你必须去啊！不去把你屁股打开花。宋小姐，我们季总今天心情不太好，所以先回去了。心情不好？那我这……没事，我交给他就行。宋时伟，你到底想干嘛？听说你在季氏集团碰壁了，明天我的生日宴，爸妈会为我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我可以帮你牵线。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远走高飞，再也别出现在思南哥面前。成交。哟，大家快来看看呀！这不是假千金宋安宁吗？脸皮可真厚，怎么还好意思来宋家？你们有没有闻见什么臭味儿？没有啊。哦，原来是你们嘴巴臭。宋安宁，她还以为自己是宋家千金呢。薇薇姐会收拾她的。姐姐。宋时伟，我如约来了。季总人呢？宋安宁，季总今天大驾光临是为了我们薇薇姐，咱们这位太子爷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别这么说，今天也是安宁姐姐生日，姐姐，祝你生日快乐。别说那有的没的了，你就告诉我季总在哪，我自己过去找他。喝了这杯酒，我就带你去。喝呀，薇薇姐赏你的。好啊，我喝。姐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是你自己的生日宴，这么想让我发疯？好啊，我承认。薇薇姐，薇薇姐，你疯了！宋安宁，你敢这样对薇薇姐，不怕季总生气吗？说的好像我不这么对她，她就能帮我说好话一样。怎么，你也想试试？这就是那个夏家少夫人啊，难怪季总不待见。这次夏氏和季氏的合作，要因为她凉喽。别看他现在颠得厉害，早3年他可是阳城鼎鼎有名的商业奇才，帮着宋夫人一起打理宋氏集团。
薇薇姐，我们要不要按原计划行事？夏思南才回国不到1周，1个月的身孕啊！虽然还不知道奸夫是谁，但是我已经查到他经常出入这家会所。一会儿我就当着季氏太子爷的面，让全阳城的名流都知道，这位夏家少夫人私底下是有多放。没错，要是季总知道宋安宁婚内出轨还怀孕了，肯定不会跟他合作了。哼，坏了思南哥哥的大事儿，这婚他不想离也得离。薇薇姐，季总到了，走，随我去迎接。太子爷来了。这是怎么事？景言，季总，你是季景言？季总竟然认识宋安宁？不可能，宋安宁就是个身份低贱的假千金，怎么可能认识帝都太子爷呢？我看季总一副很关心他的样子啊，分明是……季总，你是季景言？他怎么会是那个太子爷？原来他一直隐藏身份耍我，可笑我差点对他动了真感情。季总，我可算等到您了。那个，哎，大家别误会啊，季总今天来呢，确实是参加宋家千金宋小姐的生日宴。对，我是给宋小姐庆生的。季总，这是给我的礼物吗？我说的宋小姐是宋安宁小姐。我说的宋小姐是宋安宁小姐。宋安宁居然真的认识帝都太子爷，我怎么没听宋家提起过呢？宋小姐，之前多有得罪，生日快乐！谢谢。哦，对，今天也是安宁的生日。哎，季总，您跟这个安宁是怎么认识的？他是我是赏识她的才华，想跟她做好朋友。宁宁，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能让季总赏识的才华。那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了。你知道 Emma 吗 ？Emma 这2年刚兴起那女装品牌，哎，知道。在上市不到1年的时间就风靡了时尚圈，而且他家那限量款买都买不着。那你知道 Emma 的创始人是谁 ？Emily 啊，那在场的谁不知道？而且这个 Emily 她不光是创始人，她还是个顶级的设计师。可是这事儿跟这宁宁有什么关系啊？因为宁宁就是 Emily。什么？那宋家怎么会将他赶出家门呢？对呀，而且夏总也对他弃如敝履。那艾茉莉可是时尚界的明珠，多少人排队都见不着她。不可能吧？宋安宁不过是一个被宋家抛弃的废物，怎么可能是 Emily 呢？说什么呢？宁宁，你真的是 Emily 啊？你真的是 Emily 啊？是。不是，这也就是说 ，Emma 是咱们共同的产业。共同产业？你说这话也太可笑了吧？谁不知道宋安宁夏夫人这个头衔就是个空壳？误会了，那我跟宁宁我俩恩爱呢，而且这 Emma 还是结婚之后才成立的，那从严格上来说，也算是我们夏家的产业。思南哥哥，你不是说要在我的生日宴会上跟宋安宁提出离婚的吗？切，你们10个宋家都比不上一个 Emma， 我怎么和她离婚？哎呀，宁宁，我知道你一直都爱着我，你肯定是舍不得离开我的。我们好好过日子吧，啊，之前那些就当没发生过，好吗？夏先生，请您自重。哼，好啊，好。夏思南，为了财产，你连被戴了绿帽子都不介意吗？说什么东西？你刚出国的时候，宋安宁就包养了小三，而且小三就在现场。宋时伟，你疯了！宋时伟，你疯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宁宁宝贝，你终于决定公开人家了吗？你谁啊？时间管理大师啊，谁你都想包养？我没有。哎，别动手动脚的。床上的时候叫这么亲热，现在装不认识，真是伤了人家的心。你能不能说人话？你有什么证据啊？我们开了那么多次房，而且你还给人家开了总统套房，这些难道你都忘记了吗？贱人，你就用我的钱在外面养男人？夏公子，你嘴巴是不是有点太不干净了？季总，这是我的家事。季总，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亲自来处理吧，免得有人在这说三道四。首先，我可没有花你的钱。其次，我确实包了个 VIP 长包，但和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看，承认了吧？果然还是开过包间。夏家这么大别墅给你住，要不是为了包养男人，怎么可能住在外面？3年呢，因为戴了整整3年绿帽子。宋安宁，我没有亏待过你吧？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还没亏待过我。你新婚就带着小三跑了，你还没亏待过我？可是我们又没有越界，那你呢？哦，为什么？你身材不好，他不喜欢？还是你根本不喜欢男的？还是因为你根本不喜欢男的？宋安宁，你不要太过分，现在在说你的事儿。怎么被我说中恼羞成怒了？你不要转移话题，现在证据都在这儿了，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说了，我确实包了个 VIP 长包，但你怎么证明和你有关系？当然有，大家可看清楚了，这是我和宁宁宝贝的聊天记录。哎呦，佩服佩服，宋安宁，你可真会玩啊！有精力，体育生都得多叫几个。是啊，刘总，我精力旺盛，但哪能和您比呀？歌厅那次您忘了？这刚放出来，这么快就忘了？还有您，王总，还有您，王总，怎么？我不喜欢8块腹肌的，喜欢您这种上了年纪的。不过尊夫人好像对您还是怪不离不弃的。前阵子刚碰见她给您抓了把壮阳药，这么快就吃完了？还有您，赵总，我怎么啦？我又没什么证据给你拿。您确实没什么把柄，但这段时间挺忙的吧？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这家都快易主了，这个点儿估计正兴起的呀。所拨打的电话暂时宋小姐，我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宋安宁，就算你说那么多，也反驳不了你给思南哥哥戴绿帽子的事实。宋时薇，其实我一直不忍心告诉你，你一开始就输。什么意思？是谁告诉你我和夏思南上过床的？既然没有上过床，那这些又是什么呀？我本来以为你是拿你的体验感受来污蔑我，那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你了。宋安宁，你故意的是不是？够了，宁宁，经过这一遭，我已经完全看到他是个什么人了。你也别生气了，那说起来我也没有出轨，这也不算有什么过错，咱俩和好了。哎，就承认吧，你一直都爱着我。好啊，我承认。好啊，我承认。我承认，我有能力，有才华，但不至于你在这污蔑我，说我爱你，因为这样会显得你很自卑。我知道你在说气话，你想拿我撒谎可以，只要你想都可以。你到底在放些什么屁啊？你是不是还怪我当年抛弃了你？那我是有原因的呀。哎，打住！就你心里那点小九九，我门儿清。你不想要艾玛吗？你放心，我肯定给不了。现在你看到了吧？你想要的夏思南，还有什么宋家千金，我一点儿也不在乎。你这么想要，那送你好了。哼，宋安宁，我还得感谢你了，感谢你亲口说出你没和夏思南上过床。
宋安宁，你说你没跟思南哥上过床，那你敢保证你没跟别的男人上过床吗？宋安宁，你以为你和季氏太子爷做了朋友就有机会傍上他吗？今天我就让你在他面前身败名裂。睡过啊，我确实睡过一个人。你没跟别的男人上过床吗？当然睡过，而且我确实包养了个人。夏思南，你听到了吧？他就是出轨了。就算城里的艾默尔又怎样？像她这种道德败坏的女人，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你还真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不是你自己扣头上的吗？怎么，你忘了？你当初着急赶我走的时候，连离婚协议都来不及。爸，你胡说什么呢？新婚夜就出轨的男人，你有什么资格讨论别人？你真以为你这些事情藏得住吗？原来夏总当年在婚礼上抛弃新娘，是为了跟宋时威私奔。放了这么好的妻子不要，夏总的眼光很差呀。宋小姐，如果你愿意，我帮你找最好的律师团队，得把这个官司给打赢。还有，高鼎，把话放出去，从今天开始，夏宋两家的合作我们一律不接。宋时威，这整个宴会就是你要给我看的。你不是说和夏家的项目要着落了吗？可我本来以为你是块璞玉，其实你根本就是被瞎了眼，信了你的话。为什么？为什么？宋安宁，我精心策划了3年，眼看着就要让你彻底跌落谷底了。你明明品行不端，为什么季总还是愿意帮你？他只是没看清你的真面目罢了。季总，就算是现在宋安宁怀了和别人的孩子，你还是愿意帮他吗？孩子？即使宋安宁怀了和别人的孩子，你还是要帮他吗？孩子？都怀孕1个月了，还有什么好说的？这孩子，不会吧？她真的怀了小三的孩子啊？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成立艾默尔，真是太劲爆了！炸裂新闻，艾默丽真实身份被曝光。宋小姐，请问你真的是艾默里吗？你如何看待宋世薇小姐的指控？你真的包养了小三，并怀了她的孩子吗？果然找了记者。我是季氏集团的季景年，有什么问题问我吧。季景年，外传帝都太子爷的那个。季总，你为何会出现在宋家的宴会上？和宋家是有什么合作吗？我跟宋家任何合作都没有。我今天过来就是力挺宋安宁小姐的。我一直以操控舆论、占用公共资源为耻。既然你们今天都过来了，那替我做个证吧。宋小姐没有包养什么小三，也没有怀什么小三的孩子，因为我和夏思南已经事实离婚，就算我去法院起诉，也会这么判的，也不存在什么包养小三的说法。而且若说小三，谁能想象得过你啊？宋安宁，这么多摄像头对着呢，你可不要乱讲话。我乱说话？你如果不是怕被耻笑，3年前为什么干出那样龌龊的事情？敢做不敢当了？这就是你们宋家的家风啊！宋安宁，我本不想揭你伤疤，这都是你逼我的。宋安宁，她滥交怀孕，私德败坏，本与我无关。但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说，宋安宁她根本没有一个做母亲的资格。为什么所有人会在一夜之间抛弃我？就因为我不再是宋家千金吗？可我是宋安宁，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私生活如此败坏的疯女，得过抑郁症，有过自杀倾向，你怎么敢说你的孩子不会遗传上？你怎么敢保证你发病的时候不会杀了你的孩子？季总，就算是现在这样，你还是愿意帮他吗？还来找我做什么？我整天整夜的睡不着，就是有个问题想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我们之间的10年，你一点都不在乎了吗？
我不管宋安宁是不是宋氏集团千金，她都是我下海南的稳尊妻。我就是假装喜欢你一下，你就什么都愿意惹进来，你也太好控制了。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了，走吧。你就这么看他被欺负不去帮他？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出现。走吧。你专门制作女性穿搭型视频，标榜彰显自我的品牌。我曾经致力为家庭、爱情所伤，也对自己产生过迷茫。但我重新站起来，我作为他们的顶级设计师，我做一个作品，希望可以帮助到无论因为任何原因尚处于迷茫的女生找回自我。我就是最好的例子。难道这还不够吗？反而不像有些人标榜为大众，却在这留一己私利，不更应该被凸显？再说了，谁知道这张报告是哪儿来的？万一是你自己的呢？敢吗？我也非常喜欢艾茉里的设计，我自己也一直都随身携带着。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打进了国际市场。我敢问，这样的人不愿意安稳吗？难道是你们吗？还有你们这些竞争朋友们，你们与其将矛盾指向上海人，不如问问到底是谁杀害了他？是你，从头到尾都欺骗了前夫，还是你，满嘴谎言的外人。行，姐夫，走。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还能让他翻车？宋世伟。是你毁了。不是我，我没有。宋安宁，你给我等着，总有一天让你10倍奉还。宋安宁小姐是当之无愧的设计师，她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看来这3年，景年这小子是玩野了。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自降身价去什么宋家宴会，还被大肆曝光出来。是时候提醒他，谁才是他真正的未婚妻。去。告诉他和他的那个女人，他必须娶白家女儿，2家必须完成联姻。好的，夫人。老爷夫人，是有了我女儿的消息了。老爷夫人，是有了我女儿的消息了。不是。我女儿后背好歹有一个蝴蝶形的胎记。有那么难找吗？算了，你急急匆匆来做什么？是青阳少爷他又跑了，他好像去参加什么恋综去了。恋综？安宁啊，今天直播炸了！你这打造个人 IP 的招太牛了！艾默今天的订单量暴增，不如我们乘胜追击，再来一轮。你想怎么做？我帮你报名了恋综，听说嘉宾俩还有1米8、8块腹肌的大帅哥。明岛4点的飞机啊，赶紧去，没来吗？不许拒绝。哎。今天谢谢你啊。跟我这么客气，你这是想跟我撇清关系啊？谁会不喜欢公子哥啊？那你的意思，你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现在的身份吗？明明我问你，你有没有过真正的爱？我呀，我知道，现在不太合适，但我已经等不及了。宁宁，我爱你，我发誓这辈子都会保护你，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嫁给我。好，宁宁，嫁给我。好。季景年，如果我知道你就是季家太子爷的话，我一定不会招惹你。但已经晚了，你已经招惹我了。可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不想再卷入京圈那些权力漩涡。我可以给你平静的生活，我也可以不去当什么太子爷。宁宁，我已经等你等了很久了，我不会让你再抛弃我。Whisper, say my name. The lights empty. Need the high, fix me. 我问你，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我，你是不是也会跟别的男生装？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你身材这么好，怎么没自信啊？这么久不见，你想吗？我不想。但是我想，每次见到你的时候，都控制不住的，我想扑向你。我真不想。累了，睡。不管怎么样，你都别想跑，这辈子我赖着你。宁宁，宁宁，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桥归桥，路归路，今后不要再见。宋安宁，你又跟我玩消失。哎，高鼎，重启计划。宋小姐又跑了？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对了，齐总，宴会上的新闻素材已经把您身份隐去了，除非看直播的人，否则不会有人知道您的身份。我知道了。宋小姐最近参加白家投资的恋综了。她怎么跟白家扯上关系了？宋安宁，你逃不掉的。我操！我操！喂，我跟着你一路了，挺帅的嘛，给个联系方式啊。不好意思啊，对你没兴趣。别那么绝情嘛，把你的破头盔拆下来给小叶瞧瞧。喂，你干嘛踢我车啊？这一脚踢你不尊重女性。你不尊重我车。摩托车骑这么慢，你是第一个，还踹小爷我的车，不摘头盔你也是个丑八怪，再见吧你！怎么开这么快？妈，要不是老娘怀孕了，老娘非得把你揍一顿！别他妈让我再碰到你！导演，这好奇怪呀，为什么空降一个什么恋爱导师？只能辛苦你，等嘉宾来了，那个告诉他们咱们新改的规则了。那这会不会变动太大了？万一这节目不受控制怎么办呀？没法呀，有奶就是娘啊，这四方的安排。你说白这个季节，我们哪个都招惹不起啊。哎，娘来了。哎，娘。哦，不是，宋小姐，这边。你好，我是来参加恋综的。哦，时间还够，嘉宾还没到齐，我先跟您简单说一下吧。咱们这个恋综跟以往呢有点不太一样，导演组这边呢不会给到你任何的节点，然后所有的节点都是咱们嘉宾自己去掌控的。咱们进到这个民宿里面呢，然后就会开始预播了。哦，对，还有一点就是您进去之后啊，自己选个自己喜欢的房间，随便选。好，祝您玩的愉快。导演组那边呢还有事儿，那我就先过去了。好，你忙。哎，好。
随便了，能有多随便？哎，真希望有1.8米腹肌小子，要不然白来了。这女人谁啊？长得可真漂亮！哇，以后就是我的女神了。等下，她怎么进我老公房间了？这海城的民宿被子怎么都是豆腐块儿啊？你是？哎，大姐，你妈呢？居然是你啊！还真是冤家路窄啊！来，打一架。导演，这才刚预播不久，我们都还没宣传呢，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收视率突飞猛进啊！这不是季夫人的小白总吗？不好，和我打一架！你疯了吗？哪有一见面就打架的啊？刚刚的事儿你都忘了？不是，啥事儿啊？你干嘛打我？那我让你好好想。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那我让你好好想想。你，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可练过啊！谁没练过？等一下，你是哪里人？你从小有父母吗？还健在吗？你有病吧？这，你爸妈没教过你好好说话呀？等一下，你再让我看一眼，我好好教教你。不可以，认输！你不可能是我姐，我姐不可能这么粗鲁。你们干什么呢？季景年，姐夫？等一下，他是你姐夫？小你瓜！给两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季景年，季氏集团的继承人，也是咱们本次恋综的恋爱导师。你说什么？我是恋爱导师？哎，我问你啊，你怎么没给我安排个嘉宾啊？哎呀，我这也没办法，这毕竟是白家投资的剧，能争取到导师的位置已经很尽力了。不是你，哎，信号不太好啊，季总您说什么？哎，喂。导，别来了！季总，来，哎，季总有没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哎，您就坐这儿，以主持人的身份对嘉宾进行点评就行。你看可以不？行。哎，我得跟嘉宾多一些互动啊。我尽量安排。你不是尽量安排，你得尽快安排。保证完成任务。你等我一下，我还没说完呢。你好烦啊！你刚刚那几招很帅，要不我拜你为师，你教我几招呢？不教。就这么说定了，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师傅，哎，师傅，你那后背印记是什么？是蝴蝶形状吗？我再说最后一遍，滚！哎，你让我看一眼，你看，哎，这怎么看？别说。季总，有何吩咐？死资本家。认输。你不许跟任何人有接触。你有婚约，干嘛还老招惹我呀？你再给我点时间吧。我跟你说清楚了，我不当任何人的小三。你要想让我身败名裂的话，你就一直抓着。这是直播。哎，季总，嘉宾都到的差不多了，咱们要提前过去准备拍摄了。师傅，你喝错了。没事，我不建议的，口渴。对不起，我来晚了。你好，我叫孙安宁。你不用搭理他的。好歹我们也青梅竹马，倒也不用对我如此刻薄吧。你可以回去告诉我妈，
我不接受包办婚姻。师傅，今天你就是我的心动女嘉宾了。啊，宋小姐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怎么之前没有听过呢？那个我之前没在大众面前露过脸。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假千金而已，也配参加综艺？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假千金而已，也配参加综艺？衣服穿那么少，节目组能过关吗？啊？哎，不好意思啊，导演熬夜熬的，熬夜了，太辛苦了，导演。写忘了。对，我们导演写忘了，不好意思。顾小姐，我奉劝你一句，和别人接触之前，先看清楚对方的为人。你阴阳水呢？沈师兄，你来参加综艺还叫我干什么？我需要你做我的心动女嘉宾啊！拿我当挡箭牌是吧？大影帝，今天我师傅是我的。你们都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一个个的还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啊！还有些人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还想来这里傍大款。我劝你说话注意分寸。宋小姐刚才说的假千金什么意思啊？宋安宁，他冒名顶替我宋氏千金身份20多年，至今都没有一句道歉，就想草草了事。道歉？我警告你，别惹我，我耐心有限。那不如这样，我们来一局 PK，3局2胜。如果你输了，你就当众给我道歉，说你宋安宁不配活在这个世上。大姐，你幼不幼稚啊？你是怕了不成？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恋综采取 PK 的形式。这样吧，我建议33组队3局 PK， 取团队成绩，如何？恋爱导师，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可以。咱们既然是综艺的话，就要加一些噱头，输的加一个真心话大冒险吧。哪一家输了，就接受一个惩罚，行吗？怎么样？既然恋爱导师都这么说了，那我没意见。宋世威，如果你输了呢？那我一样给你道歉喽。要玩就玩点刺激，输了把头发剃了。宋安宁，你别太过分！怎么玩不起了？行，我没问题。宋安宁，我一定要把你踩进土里。我来宣布一下抽签结果：顾清瑶、白清扬、宋时威一组，宋安宁、沈如玉、陈子昂一组。你故意的，你故意让我跟顾清瑶一组，对不对？你小孩啊，签是你自己抽的吧？我不管，反正你作弊。结合各大网友的建议，比赛明天早上开始，一共分3项：骑马、射箭、台球。您就是蓝氏集团千金宋时威吧？幸会幸会，我呢也是蓝城人，我叫程子昂。我呢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你放心，我肯定会帮到你的。那赏脸喝一杯，合作愉快。比赛开始啊！第一局白清扬、沈如玉。
第一局，白青阳胜。神影帝，你这球技也不行啊！怎么样？要不早点认输，也没必要丢人了吧？这才哪儿到哪儿？你肯定没见过小宁宁的球技吧？你有什么自信那么信任他？听说他很久都没有摸过球了。那就等着瞧啊！你肯定没他打的。这球杆有问题。这皮头被做了手脚，我猜应该是……没事，给我吧。比赛继续，宋安宁，宋时威。I got my fists on the kitchen table. You know we've been here a million times. You come home late, calling me unstable. So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y silver knife. Cause it's not fair to make me fall in love. If you're gonna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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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But I can't wait to chase you out the door. 宋安宁，我就剩黑八了，你就认输吧。你要是能打进，我就算你赢。好啊。Sitting in a tree, don't fuck it up, or you know I'm gonna freak. K-I-L-L-I-N-G. Kiss a kill, kiss a kill, kiss a k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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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Kiss a kill, kiss a kill, kiss a kill. 小宁宁，你太棒了！这怎么可能啊？这事儿是你干的吧？什么意思啊？我看过申影帝打球，他球技不是这样。我就在想，一定是有人在这个球杆做了手脚。宋安宁就给你诠释了，谁说没有枪头就打不了球？导演，季总，刚刚你也都看见了，你觉得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参加比赛吗？不能。对不起，出了这样的情况，你不能再来节目组了。你踢不走我的，而且你已经给我通告费了，我就不信。这么短的时间，你上哪儿找第二个嘉宾去啊？我配的。各位直播间的铁子们，由于突发事件，嘉宾换不成我们的太子爷季景年。这个综艺刚上1天就霸占了热搜，真火啊！你也看这个呢？我跟你说，这里面这个宋时威，他绝对不是什么好人。对啊，他还说宋安宁是假千金，都甩他多少条街啊！我也比较喜欢宋安宁，她有实力，而且性格又好，被人作弊啊也能够赢那个顾清瑶，真厉害。还真没想到呀，这个综艺节目啊能有这么高的热度。这个宋安宁啊，还真是个人才啊！不管热搜词是好是坏，有流量就是好事。小白啊，你想办法让咱们的经纪公司啊给他签下来。老爷，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哦，这是我们员工提供的。这胎记就是我们的女儿。你去想办法做亲子鉴定，如果宋安宁真是我们的女儿，我不会让任何人污蔑的。好的，老爷。老公，你看，他们这是在做什么？上一轮比赛是宋安宁组获得胜利，比赛是3局2胜，输了的可要剃头哦，惩罚可不要忘了。这一轮射箭比赛马上开始！这一轮射箭比赛马上开始！既然规则有变，那我提议把2局比赛合并到1局，1局定胜负。在马背上射箭，你敢比吗？之前接触过这个运动吗？没有啊。那你小心点。你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你输。真心只要你断，就一定会从轮胎上摔下来。看你这次怎么辩驳孩子的事情。
手感不对，嫌被人动过手脚了。哎，师傅，这张我也要学。我宣布，这一次综艺的最后总冠军是宋安宁组。又让你装大了。把宋安宁孕检报告的料放出来吧，这么多人喜欢你，我看你怎么反转舆论。来吧，你干什么？愿赌服输啊！我说的赌输只是开玩笑。那要是我输了，你也说是开玩笑吗？我看还是算了吧。那姐你的？啊！别动我头发！啊！别动我头发！啥？你傻不傻？谁让你上来的？没事儿，真没事吗？真没事儿，根本都没有。季景年，打电话救人呢！宋时辉太坏了，居然拿顾清瑶挡蛇。他们还为了比赛和陈子昂一起作弊。何止啊！你看这条热搜，我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真没想到他是小三，居然还勾引姐姐的男朋友。夏思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同时和2个姐妹搞关系。据说他也是个商人，这种人卖的东西质量怎么会好？以后再也不买他家东西了。我也不买，我还有一些快递呢，我赶紧退了。夏总，这是公司最新的财务报告。我们发现近几个月内，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这一切都和最近的热搜有关的。你说我帮你放出黑料，宋家就完了，夏家会以受害者的姿态出现露 A 品。可是现在呢，全网都在报我出轨，还有人放出结婚的视频，这就是你信誓旦旦的结果。怎么可能？宋安宁怀孕的事情没有人在乎，反倒去扒3年前的事情。我知道了，一定是季景年，这一切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害我们2个人变成现在这样的。你们几个，现在马上给我查清楚宋安宁在哪个医院，我要给他们一份大礼。思南，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原谅我好吗？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在一起吗？像以前一样？你头发长回以前再说吧。如果你嫌弃我，我可以一直戴着假发，我可以植发。想让我娶你是吧？可以，但是你要协助我一件事情。不是宋一及时吗？怎么还不行啊？这个蛇不常见，毒性比较烈，医生说得9点才会醒。哦，对了，宋小姐，您真怀孕了吗？哎，等季总醒过来，一定会很开心的。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要不您去医院检查一下，别伤到孩子。我刚已经做过检查了。哎，我来就行，我来就行。那正好，我去取个结果。季夫人来了。好啊，你个狐狸精，勾引我儿子不成，现在又勾引他的秘书。不是这样的，季夫人，他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我儿子。要不是你，我儿子也不会去参加什么恋综，更不会被蛇咬。真不是这样的，季夫人。哎，你别忘了，你是谁家的狗。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不就是想要个首富夫人的名头吗？
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这种来路不明的女人，也想飞上枝头当凤凰，你配吗？只有你在苦苦守着季家那点财产，连你儿子都不肯放过。说什么？他有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是你一直逼着他按照你的路走的。他是我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好，是吗？是为了他，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够了！我根本不在乎季家那点财产，也不屑于什么首富夫人的名头。不要用你的眼光去评判别人。既然季夫人来了，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团聚了，我先走了。滚！宋小姐，请随我去取一下检查报告吧。好。景年，你终于醒了。你为什么来啊？你说这话就没良心了啊！你受伤了，我还能不来看你了？我告诉你啊，对宋安宁你就死了这条心，我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即便白家的女儿现在还没有找到，你都要娶她。我跟你说过，季家的产业我会处理，不需要白家的帮忙。可你为什么不行？别说了，不许再惦记孙安宁这个小贱人。你说谁是贱人？你说谁是贱人？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我女儿呢？那咱们什么时候完婚啊？你这么刻薄对待我女儿，你还指望他们能完婚？我怎么会刻薄对待你女儿呢？我要是知道她在我身边呀，我一定会对她很好的呀。你的意思，宋安宁就是你失散多年的女儿？不可能吧？你自己看看。咱们就这么走合适吗？那种氛围啊，他们自己在比较合适。我这个病号呢，躲躲吧。哎，对，你把你手机给我，我给安宁打个电话。你怎么不用自己手机？我不是被拉黑了吗？哎，对了，宋小姐好像怀了你的孩子。哎，不是，你电话她为什么也不接？也对，不接你电话也正常。好像不正常。什么？齐总，你看，那是不是宋小姐？我没看清楚，但我直觉应该是。直觉？追！你丢了，联系技术部门，丢监控。是你？你为什么帮我？宋安宁，你就是个野种，我才是宋家千金。凭什么你过好日子，我却要承受这一切？这不是你咎由自取吗？你现在想要的都已经拿到了，你到底还想干什么？宋家，你以为我还稀罕这一副躯壳？自从这几年断了和宋家的合作以后，宋家百年基业荡然无存。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没有被交换，Emma、帝都季家，这一切都是我的。
这都是拜你所赐。宋安宁，你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为我失去的偿命。你那边怎么样了？没找到？我在附近的小卖部的监控摄像头里看见一个人，可能是夏思南。这样，你先回去继续查，我先过去，有什么事电联。行，注意安全。你疯了！你真想背上杀人的罪名，后半辈子都在监狱里度过吗？你说的对，杀了你不值得。啊！你骗得了别人，你骗不了我。你的孕检报告就是真的，我没有骗人，我从来也没有否认过。这一次只是废了你的腿，下一次就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只要你别伤害我的孩子。你真没骨气，不就是怀个孕吗？孩子没了又怎样？反正留着也是累赘。要不我帮你除了他。你也有今天，这么想保住你的孩子啊？我让你录一段视频，就说你 Emma 的股份是我宋时威的，说我是宋安宁，是 Emma 的创始人之一。我宣布，我名下70%的股份。是谁？你在干嘛？你疯了？留下证据怎么办？看来你们分赃不均啊！贱人，不要在这里祸乱人心！你刚才在录什么？你对他还真是真爱呀！不惜背上绑架这么大的罪名，都要把 Emma 转到他的名下。我问你刚刚在录什么？我不明白，明明我们才是青梅竹马，为什么你可以那么相信他？为什么？当年你大肆挪用公司公款，害得夏家的资产被冻结，我母亲在病危的时候才会没有钱救命。我没有。我求你了，别赶我走，别赶我走！一个野种也配花宋家的钱？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下来！爸，你们干什么呀？爸，我也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喂，那套别墅我买了。那天是你拿走了我的包，公司的卡就在包里。我明明第一时间就给财务打电话了，为什么你还能盗用？我没有，思南哥哥，你相信我。这个贱人不能再留了，他一直在让我们内斗，要是等他出去，我们就全完了。思南，我知道的，你本性不坏的，你只是想让夏家起死回生而已，想让 Emma 我都给你，只要你放了我，还有我的孩子。你就这么想给季景年生孩子？我的孩子已经3个月了，没有孩子我活不下去的。可以，你嫁给我。什么？我没有宋时威这么傻，我也不在乎 Emma，因为只要拥有了你，就等于有了无数个 Emma。你一直在利用我找到他，是不是说只要我帮你绑了他，你就娶我？我怎么娶你这种不长脑子的女人啊？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谁动用我的公款吗？既然你早就知道，为什么陪我演3年戏？因为好玩。我就是喜欢看着你勾引我的样子，但是我不会跟你发生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跟你上床吗？因为我觉得你脏，你在外边丢了20多年，谁知道你跟几个男人搞过？夏思南，我跟你拼了！
自量力。到你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确保你能成为我的女人了。你疯了吧？我是孕妇。说，太杰，查到了，在西南边的一个废弃工厂，离你那儿不到10公里的距离。好。你疯了！我是孕妇。孕妇怎么了？我不在乎你给谁生孩子，我只要你。宋时伟，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吗？你叫他名字干什么？你还指望他能救你吗？啊！宋时伟，宋时伟，我看你是等着急了是吧？好，我现在就满足你。这就是不错啊，玩玩玩玩。我。我看你是等不及了是吧？好，我现在就满足你。妈的，你疯了！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和另外的女人苟合，你只能是我。思南，夏思南，思南，我杀人了。宋安宁，明明我才是宋家千金，为什么每次都是我的错？怎么好像什么都是我抢了你的一样啊？你没有错，你没有错，这件事情上我们谁都没有错。你不要说了，这一切都是属于我的，你的父母，你的 Emma， 你的老公，还有你的小三季景年。一切都是我的，我的，好，都是你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一切是你的错，我的错，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我都给你，我都给你。我知道你在拖延时间，等着季景年来救你，别做梦了。走。洛，我是宋安宁，我自愿将我名下M70%的股份转给宋时伟。接下来，只要处理掉你，就再也没有人能威胁到我了。住手！你别过来！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那如果我要整个季家呢？我给你，季家所有的产业、房产、现金我都给你。如果宋安宁都死了，你什么都拿不到。你当我傻呀？还想骗我？对了，你还不知道吧？宋安宁怀了你的孩子。安宁，季景年，我不想好过，你们谁也别想好过。
皇帝说悬崖不算太高，还是有机会生还的。找到了！求你了，你醒醒！只要你醒来，我什么都答应你，好不好？今天你醒醒，我求你了！只要你醒来，我什么都答应你。都怪我！如果我能早点发现的话，不是你的错，宋小姐。我相信季总吉人自有天相。宋世伟找到了吗？还没有。他算错了一步。我名下没有哀谋的任何股份，股份都在沈师兄的名下。他会回来找我的。我是想把艾妹送给咱家的，宋安宁那个贱人又骗我们。你当我是傻子吗？啊！你心里想什么我最清楚。我宋建国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从今以后，就当我没认过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她可是咱们的亲生女儿啊！是他宋安宁把我害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不去怪宋安宁？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安宁赶出家门。宋家千金就该是他那个样子。再给他一次机会吧。那听妈的话，你去自首吧，我会给你请最好的律师，到时候你态度好一些，咱们少受些苦好吗？你别在那里假慈悲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当初没看好我，我也不会过得那么惨，还让宋安宁抢走了我的一切。不可理喻，你真是不可理喻，你就是个白眼狼！你们真的养过我吗？你们知道这20多年我是怎么过的吗？来了！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不好过，你们谁也别想。疯了！你疯了！你彻底疯了！你！我疯了，那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爱。宋婉玲，下一个就是你。你怎么总是叹气啊？你醒了。他们没事儿，反倒是我。我这连续救了你2次，你怎么报答我呀？我以为报啊。你喝点水吧。你记得你小时候去的帝都公园吗？那你记得你救过一个小男孩吗？小朋友，哎呀，一个人呢？你妈妈在哪里呀？我带你找你妈妈好不好呀？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受伤？谢谢姐姐，走，我带你去找爸爸妈妈吧。
那个小男孩就是你啊！我对你蓄谋已久。我告诉你，别给我玩什么带袖袍的戏码，听明白吗？我好想你，嫁给我，好吗？好。您真好看，从没见过像你这么美丽的新娘。那当然，我家小姐就是好看。要我说呀，季少爷也才堪堪配得上您呢。真好看，只是刚回来就要出嫁了。妈，我的女儿啊，基因随我，便宜了季家那臭小子了。嚯，又开始臭屁了。怎么跟你老爹说话呢？这些年辛苦你了。没有嘛，这些天家里把我照顾得很好。行了行了，我还是更喜欢你恋综里的状态，在自己家就别装了小家碧玉了。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我臭小子！时候不早了，景年已经在楼下等了，咱们得快点。好，都下去吧。我要让你在最幸福的时候天落地狱。一群废物，养你们有什么用啊？为什么检查的时候不认真一点，把他放进来啊？是你？你果然还是找上门来了。我还以为咱家的佣人是随便都可以放进来，没想到又是你给我下了个套。Emma 的股份也是你提前转移的吧？因为我太了解你和夏思南是什么样的人了，但我没想到你俩会用绑架这么拙劣的手段。凭什么？凭什么老天一直都眷顾你？凭什么？凭什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辛苦了，王队。宋侍卫，你被指控谋害他人、蓄意伤害等多项罪名，我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是你毁了我的一切，宋安宁，我要你不得好死！没事吧？没事。刚刚他说的话别在意啊。他诅咒的宋安宁和我白希玉有什么关系啊？本来啊，我是想等仪式正式结束之后再给你的。我选这套啊，还花了很长时间。啊，谢谢妈，你眼光真好。能不喜欢吗？Emily 唯一设计的一套珠宝，巨贵。早说你是 Emily 的创始人啊，说不定还能打折呢。不对，Emily 设计的珠宝不是靠熟人就能买到的。妈，也不枉费你在官网上排那么多天队。艾默尔创始人就是艾默里。你小子，你非得什么事儿都说那么明。好了嘛，走吧。走吧。追妻之路长路漫漫啊，这戒指终于戴在你的手上了，以后请多指教。属于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